大千世界微妙又复杂，但是再多的变化，总藏有不变的规律。有一只无形的手控制着世界的轮回，这只手叫天道。天道就是宇宙法则，它犹如一张天罗地网。而人生的福或得失，皆因违背或顺应天道而起。因此，我们所有的命运皆为因果。人这一生其实就是一场修行，你是什么样的人，就会修出什么样的果。你所付出的善、释放的爱，都会成为你人生得来的福。所以老子说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天道面前，我们的一切能力和技巧都不值一提。那些立于不败之地的人，往往都是掌握了天道的人。一旦读懂这背后的规律，就能以不变应万变，远胜过一切的风水算命。所以世界上最永恒的变化叫无常。时间在走，人在改变，这世间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。金刚经里说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无论你是达官显贵，还是有万贯家财，一场重疾很可能夺走你的健康身体，一场意外很可能让你一无所有。在生活的无常面前，人往往脆弱的不堪一击，不如就坦然面对，还能得到一些宽慰。世界上最便宜的幸福叫随缘。世间浮浮沉沉，有着太多的无常，而这唯一的安稳，莫过于心中无所挂碍。有些东西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，既为负累，何必强求？不如就让一切随缘，能忘就忘，能放就放，不必纠结，无需挂念。做好了自己的本分，问心无愧，自然就会品尝到幸福的滋味。世界上最有效的美容叫心宽。佛说，物随心转，境由心造，烦恼皆由心生。人这一生不过是活一个心境罢了。遇到不如意的事情，常常纠结半天；遇到看不惯的人，往往惦记半年。你的眉头紧锁，皱纹就悄悄爬上额头；你的笑容不见，松弛就渐渐铺满脸庞。心宽的人从不想这么多，心里不装事儿，面上也轻松，自然人眉连眼亮。世界上最稳当的招财叫节制。凡事都有度过，犹而不及。人常说，凡事7分刚刚好，多1分留给努力，少1分留给鞭策。从古至今，成大事者，没有一个人是索取无度、贪财恋权的，因为他们懂得节制自己的欲望，懂得抑制内心的魔鬼。王阳明说，减得1分人欲，便是复得1分天理，何等轻快脱洒，何等简易。节制欲望，懂得知足，才能收获幸福的人生。世界上最快速的解脱叫放下。人活在世，总会执着于太多，或执着于人，或执着于事，或执着于物，亦或执着于一句话。过去的记忆，过去不管好坏，都已经成为不可改变的事实。再多执着，只会给自己和他人徒增困扰。余生不长，只有学会放下心灵，才会得到解脱。我们才有心情去欣赏旅途的风景，才能获得轻松自在。世界上最神奇的消灾叫忏悔。有句话说，天作孽犹可恕，自作孽不可活。人这一生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选择，有时候选错了还可以重来，有时候则会搭上自己一生的时光，甚至是生命。也许在平时某些缺点都不值得一提，然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，小错铸成大错，小事变成灾祸。而避免这些的唯一办法就是学会自省，自我忏悔。只有自我认知改变了，才能从根本上改变现实，改变自己的未来。一个人的福报全都写在脸上，你是吉人自有福相，你是善人自有天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真正可靠的其实就只有那个在生活中永不放弃的自己。所以请以温暖而强大的心走自己的路，过自己的桥，看自己的风景，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。比算命厉害，以下的30个宇宙定律一旦参透，命已经不需要算了。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在天道面前，我们的一切能力和技巧都不值一提。人生福得或失，皆因违背或顺应天道而起。那些立于不败之地的人，往往都是掌握了天道的人。
一旦读懂它背后的规律，就能以不变应万变。读懂这些定律，衍生过一切技巧。知止定律，能在赢的时候离场的人才是最大的赢家；知止能及时收手的人才是真正的牛人。凡事物极必反，月满则亏。试了拂衣去，深藏身与名，将收获人生最大的逍遥。不谈定律，一个人如果什么都想要，最后一定什么都得不到。一个人如果有功而不邀功，必定能得人心。得人心者得天下。那些什么都不想要的人，最后什么都是他的。种花定律，送花者周围满是鲜花，种刺者身边满是荆棘。善待他人，最终有利于自己。与人为恶，会陷自己于万劫不复的境地。广积善缘，是在给自己铺大道。舍弃定律，一个人要想取得成功，最厉害的本领不是依靠能力多强，而是看他会不会通过牺牲小利益而收获大价值。这就是懂得舍小而取大的道理。这是做人的大道，远胜过做事的技巧。高调定律，越成功的人越需要慎言慎行，如履薄冰；越弱小的人越可以胆大妄为，野蛮生长。而很多人却搞颠倒了，年轻时做事畏首畏尾，最终一无所成；成功时却胆大妄为，最后终于栽倒。善战定律，善战者立于不败之地而战，必求之于事。人生的关键在于借力，而不是用力。最明智的做事做法是先造势，再借势。好风凭借力，送我上青云，事半功倍。不善于借东风的人，永远都是劳碌命，事倍功半。逃离定律，凡是试图逃离一个地方、一个人，或者认为换一个地方、一个人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的人，永远都不会幸福。所以很多人去了丽江寻找世外桃源，结果几个月后还是回来了。很多人认为自己遇到了完美的对象，结果在一起后还是不开心。很多人厌倦了世俗生活，抛弃了人和事，跑到深山老林的寺庙去修行，结果到了寺庙后发现又是一个世俗的江湖。一个人只要自己内心是无趣和苍白的，无论在哪里，无论跟谁在一起，无论做什么工作，最终都是无趣和苍白的。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明白了一个道理：求人不如求己，只有自己才能救赎自己。真正的幸福是内心的幸福，和外界外人都无关。内心幸福，到哪里都幸福，和谁在一起都幸福；内心不幸福，无论到哪里和谁在一起都不幸福。困境定律，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将困于最大的人生陷阱。当我自卑过分强调，就会变成诅咒。时刻都只想到自我的人，永远走不出那片困境。后其身而身先，外其身而身存。能成全别人的人，才是获得社会的成全。自在定律，看外界不顺眼，看外人不顺眼，往往是一个人的修行还不够。当你翻越千山，能包容一切的时候，你就不会有想不通的事。俗人都有世俗的一面，只不过每个人的世俗不同而已。看一切人都是好人，看一切事都是好事，看一切境都是好境。原谅别人，才能活得轻松自在。后台定律，中国人讲究有背景和后台，世界上最大的后台就是人心。一旦得到民心支持，没有任何人能动得了你。所以做一个有利于大众的人才是最大的保护伞。成功定律，世界上只有一种失败，那就是被失败击败。每个人都要经历失败，很多失败早一天到来，人才能早一天强大。不怕失败，坚持不懈，是走向成功的唯一途径。真正的强者是那些经历各种失败，但是从没被失败击垮的人。在我们进一步探索之前，别忘了关注才知道并点击小铃铛，我们将继续揭示更多关于金钱的真相，助你迅速实现财务自由。在意定律，总是在意别人的眼光，将丧失自我。很多人太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，别人称赞他就开心，别人指责他就痛苦，他们时刻关注自己在别人眼里的样子。这种人就像邯郸学步一样，将一点点丧失自我。做人定律，会做人永远会比做事更重要。10次做事上的成功，也无法掩盖1次做人的失败。善于做人，就善于用人，埋头做事，往往只适合苦干。学会管人，
智人、用人才能成就丰功伟业。反思定律，遇到问题能第一时间进行自我反思，而不是指责别人。这种人将战无不胜，见贤思齐，见不贤而内自省。遇到好人就努力去学习他的长处，遇到坏人就反思自己身上是不是有同样的缺点。这样的人一天天比一天强大，一次比一次进步。荷花定律，池塘里的荷花每一天都会以前一天的2倍数量在开放，如果到第30天，荷花就开满了整个池塘。请问在第几天池塘中的荷花开了一半？第15天。错，是第29天。到第29天时，荷花仅仅开满了一半，直到最后一天才会开满另一半。最后一天的速度最快，等于前29天的总和。很多人开始做事时都很用力，但到第9天、第19天，甚至第29天的时候放弃了坚持。大多数人都是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时放弃，越接近成功越困难，越需要坚持。3技定律。第一，聪明技巧。如果聪明的人也选择走捷径，选择用巧力，就会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一定会遭到天谴。第二，才华技巧。越有才华的人越需要深入大众，越不能傲慢。如果恃才傲物，脱离大众，一定会越来越穷困潦倒。第三，平庸忌懒。世间那么多普通人，败就败在一个懒字上。如果你自认普通，千万不要懒惰。小人定律，人生最忌缠斗，永远不和小人作对。小人自有对头，小人自有小人磨。比如开车被人别了一下，由他去吧，下次他会遭遇交警。蠢人定律，千万不在嘴巴上占便宜，永远不和蠢人争辩。蠢人自有蠢人的活法，你不可能拯救所有的人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活法，他们可能比你过得开心多了。在乎定律，你越在乎的东西越容易失去，内心越渴求，往往越容易失手。一旦患得患失，气度和魄力全无，现代人的欲望都太强了，恨不得一口吃成大胖子，把每次机会都当成一夜暴富的救命稻草。于是患得患失，束手束脚，惊慌失措。世间的大部分失败其实是败给了在乎2字。欲望定律，事与深者天机浅。一个人的欲望越大，越看不清前方；一个人越淡定，越容易纵观全局。欲望缠身，必定诚惶诚恐。同情法则，强弱相争的时候，大家永远都会同情弱者。只要你是弱者，哪怕不占理，也一定可以博取大家的同情。无论你多么有理，如果不懂得示弱，就会成为万夫所指。所以，做人低调是王道，懂得示弱是大智慧。孤独定律，一个人的位置越高，惦记和算计你的人就越多，你越出众，诋毁你的人也就越多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不遭人即是庸才，强者都懂得享受孤独。赞美定律，人人都喜欢听到赞美和奉承，人人都不喜欢被指出自己的痛处。但是切记，好听的话让你开心，但是往往害了你；难听的话让你痛苦，但是往往能让你进步。这就叫忠言逆耳利于行，良药苦口利于病。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，阿谀奉承，多少人直言不讳真君子。修行定律，人生寻求获得幸福安静的方法只有一个，那就是把俗事当成一种修行。真正的修行不是在庙里，而在俗世里。学会在生活中修行，让一切痛苦和困难磨练你的心境，它们能提高你的层次，增长你的智慧。红尘炼心，你最终能百毒不侵。快乐定律，一个人的快乐程度取决于他分享了多少，他和你占有多少没有必然关系。每当你从外界获取了1分，你被推向对立的机会就增加1分。只有当你学会了给予，你才能收回。苦难定律，苦难是人生的基本属性，每一个人这辈子吃苦的总量是恒定的，它既不会凭空消失，也不会无故产生，它只会从一个阶段转移到另一个阶段，或者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外一种形式。求己定律，求人不如求己，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注定会一败涂地。人到关键时刻，只有自己才能帮助自己。
别人唯一能帮你的地方是你做好了一切，让别人临门一脚。总是去依赖别人的人，永远寄人篱下，活不出自我。有求于人必受制于人，自助者天助之。严格定律，严格是大爱，纵容才是祸根。对你过于好的领导、老师、老板往往是最温柔的陷阱。他们看似平易近人，其实是一种损人不利己。而那些对你要求严格的坏人，却最终能成就我们。严格是大爱，那些让我们痛苦的东西，往往也能让我们成长；那些让我们无比轻松舒适的东西，往往使我们麻痹，不思进取。安逸和舒适只能助长人的贪婪、无知和懒惰。凡是那些能给员工安全感的公司都会毁灭，凡是能想把员工逼出能力的公司都会升腾不息。财富定律，一个人最终拥有的财富值，取决于他对世界创造的价值总量。无论你曾遇到了多大的机遇，财富达到多大量级，还是一直遭受多大的困难，现实总让你一贫如洗，总有一个大转折出现，重塑你的财富，最终实现财富的均值回归。自由定律，一个人的自由度取决于他知道多少自己不能干的事。一个人把禁区看得多清晰，他的自由范围就有多大，自律才能衍生自由。得失定律，一个人能得到多少东西，取决于他最终敢于舍弃多少东西。每一件得到的东西都是用失去的东西换回来的。人品定律，人的发展短期看机遇，中期拼实力，长期靠人品。一个人起点多高是机遇决定的，一个人能走多快是能力决定的，一个人能走多远是人品决定的。成就定律，一个人的名声不能大于自己的实力，一个人的财富不能大于自己的贡献，一个人的职位不能大于自己的能力，否则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人明知自己会死，为什么还要努力活？看完大彻大悟，人静下来时躺下来想想，为什么我们明知以后会死，却还要努力地活着？人活一辈子到底是为什么？不结婚晚年没有人陪伴，结了婚不一定能活到晚年。不拼命工作没有钱养老，太拼命工作有可能不用养老了。人生有些路不走不甘心，走了又一身伤。人生这道题无论怎么选都会有遗憾，无论你怎么精心设计，都躲不过命运安排。过好当下，好好生活，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，尽人事，听天命。得之坦然，失之淡然，争取必然，顺其自然，仅此而已。复杂的社会，看不透的人，放不下的牵挂，经不完的酸甜苦辣，走不完的坎坷，越不过的无奈，忘不了的昨天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，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。这就是人生。爱人是你的吗？不是。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他有他的烦恼，你有你的挑战，你们只是风雨同舟，彼此陪对方一程而已。同生有可能，但共死绝不会。白头到老只是美好的愿望，现实中很多问题需要你们单独面对。子女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你们虽然有着浓浓的血缘关系，有着难舍难分的骨肉亲情，但也只能有团聚、孝道、看望、互相关怀等天伦之乐。孩子有孩子的使命，他们这一生有自己活着的意义。他们不是为了抚养我们而活，也不是为了我们而活着。金钱是你的吗？不是。你拼命的赚钱，但又要想方设法把它花出去，即便是银行有再多的存款，那也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。你一辈子能花的钱十分有限，虽然你挣那么多钱，但是大部分都是为了你的安全感、成就感、身份感。你的金钱并不属于你，甚至你是金钱的奴隶。你属于他，但他不属于你。房子和车是你的吗？不是。虽然你住着温馨舒服的大房子，但当你离开的那一天，就什么都不是了。房子那么大，能睡得不过3尺，而且我们还要还房贷，一辈子被它所累。再过若干年，我们都将离去，对这个世界来说，我们彻底变成了虚无。我们奋斗一生，带不走一草一木；我们执着一生，带不走一份虚荣爱慕。今生无论贵贱贫富，总有一天都要走到这最后一步。到了天国，蓦然回首，我们的这一生形同虚度。
那么究竟什么是你的呢？你的身体，只有它才是始终不离不弃地陪伴你的生命，走完人生的全部历程。只有它才能拼命地呵护、保护你的生命，直到耗尽它全部的能量为止。没有了身体，你的生命也就终止了。因此，你要把这唯一属于你的东西——身体，看作无价之宝，爱护它，满足它的一切需求。锻炼、营养、作息、防病、治病，讲究卫生，心情舒畅，不受伤害等等，一切保护性的措施全部跟上，一刻也不能松懈。你的心态，除了健康之外，我们的心态就是我们最大的财富。人生最大的错误是用健康换取身外之物，人生最大的悲哀是用生命换取个人的烦恼，人生最大的浪费是用生命解决自己制造的麻烦。人生是旅行，我们只是一味的狂奔，却忘记了行走的意义。逝去的东西最好不见，最好不念。钱财再多，也好不过生命；名利再大，也比不过健康。人间的饭吃一碗少一碗，人间的面见一面少一面。人生本就是一次次减法，来日并不方长。这个世界，我们只来一次，见你想见的人，做你喜欢的事。你安好我无恙，便是这世上最静好的时光。世界上有3件事情做起来最吃亏：为尚未发生的事情而担忧，为自己想象的结果而焦虑，为过去的过错而不断自责。金刚经云：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人啊，在20至30岁的时候，总以为未来才是最好的，因为那时应该会应有尽有。但一旦你到了40至50岁的时候，无论你多么有钱和地位，你都会无尽怀念20、30岁时的青春。那时你会这样感慨：无论多少钱，你都愿意换回青春。所以，无论生命走到哪一个阶段，都应该喜欢那一段的时光，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，不沉迷过去，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。每一个当下就是人生最美的时光。大部分人的生活状态都是这样的：活在对当下的不屑中，活在对未来的期待中，活在对过去的怀念中。我们无论怎么活，宁可活在各种虚构的幻想中，就是不愿意活在当下。所以，绝大部分人茫然活了一辈子，却没有活正确一天，因为他们不是追忆过去，就是期许未来，从来没有活在当下。幸福没有明天，也没有昨天。他不怀念过去，也不向往未来，他只有现在。过去是过去心无可寄的，现在是现在心，随缘即可。未来是未来心，何必劳心？真是可惜呀！人生总是经过的太快，而领悟的太晚，放不下的牵挂，经历不完的酸甜苦辣，走不完的坎坷，越不过的无奈，忘不了的昨天，忙不完的今天，想不到的明天，最后不知道会消失在哪一天。有多少人说好要过一辈子，可走着走着就剩下了曾经。有的人明明说好明天见，可醒来就是天各一方。从现在起，我们要用心生活，珍惜当下的每一天。满桌佳肴，你得有好牙；腰缠万贯，你得有命花；赏一路风光，你得走得动；解一座金山，你得能够拿。垄沟里刨食的是条好汉子，病床上数钱的是个大傻瓜。明代有一个散曲《食不足》，写尽了人生：终日奔忙只为饥，才得有时又思衣。掷下绫罗身上穿，抬头又嫌房屋低。盖下高楼并大厦，床前缺少美娇妻。娇妻美妾都取下，又虑出门没马骑。将前买下高头马，鞍前马后少仆役。家人招下10数个，有钱没势被人欺。买官求得知县位，却嫌官小权势卑。一攀攀道阁老直，每日思慕做皇帝。一日面难做天下，想与神仙下象棋。洞宾与他把棋下，他问哪有上天梯。这就是人性。无论你得到了什么，你永远不可能真正满足，而疯狂追逐欲望的结果，往往都是走上绝路。愿你我心怀坦然，随缘而安，走自己的路，过自己的桥，看自己的风景，守护健康，珍惜当下，不负今生。关注我，我是才知道，带你解锁更多金钱的真相。